多人看完暗战，只沉迷于72小时警匪博弈的极致爽感，却从未读懂杜琪峰藏在镜头里的深层内核。这部电影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正邪对决，而是一场关于孤独、宿命与人性制衡的成人寓言。尤其是双雄联手闯过枪林弹雨之后的对手戏，剧情、对话、细节层层嵌套，每一处铺垫都暗藏人性隐喻。看懂这段博弈，才算真正看懂暗战。两人联手从杀手合围中惊险脱逃后，华坦然告知何尚生，自己已经拿到了那颗价值8000万的天价蓝宝石。而杜琪峰在这里用一处极致细节完成了两人关系的质变隐喻。上一次的士交锋是何尚生开车，华持枪，警察掌控局势，劫匪被动周旋。但经历一场生死并肩，两人身份权力彻底换位，华掌控方向盘，主导全局。何尚生手持枪械，居于被动。何尚生敏锐察觉到这份微妙变化，率先开口：“我们的位置对调了。上次是我开车，你拿枪。忘恩负义，你忘了你怎么从大厦里跑出来的？对，可是刚才没有我，枪林弹雨你也跑不了啊，大家互相利用啊。所以说呢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是啊。最近的警局知道吗？知道。老规矩，到警局的话，就算你赢。”几句看似拌嘴的对话，暗藏两人天差地别的心境，也注定了这场博弈的结局。何尚生手握枪械，内心势在必得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短板，他活在求生的世俗规则里，有牵挂，有顾虑，权衡利弊，懂得妥协。这些普通人的软肋，让他从心态上注定落败。反观掌控方向盘的华，全程松弛淡然，毫无慌乱。这份镇定并非刻意伪装，而是晚期绝症赋予他无惧生死的终极自由。在杜琪峰的镜头语言里，这段戏的核心隐喻直白又残酷。真正的局势掌控者，从来不是手握规则权力的人，而是毫无软肋、不惧生死的人。就在何尚生满心笃定，以为稳赢的瞬间，华突然猛踩油门，急速冲刺。后座的何尚生瞬间眼神紧绷，心生恐慌。镜头反差极具讽刺，占尽优势的警察惜命慌乱，命不久矣的劫匪却心态超然。求生的本能软肋，让何尚生在这场心理博弈中彻底落败。华毫不犹豫驾车狠狠撞向水泥墩，剧烈撞击让两人双双神志不清，身受重伤。这段剧情告诉我们，开车一定要系安全带。混乱之中，装着天价宝石的箱子滚落地，率先苏醒的华立刻伸手去拿箱子。即将得手之际，何尚生强忍剧痛，一脚将箱子踢飞，再次拉平博弈天平。这决绝的一脚也守住了他最后的职业底线。哪怕与华惺惺相惜，他依旧坚守正邪原则，绝不放任劫匪得逞。两人拖着伤痛的身体同步挪向箱子，拉扯之间，华贴身携带的癌症止痛药意外掉落。这看似不起眼的药，也是杜琪峰接下来展现人性的伏笔。极致的体力消耗让两人双双力竭倒地，近在咫尺的箱子无人触碰。绝境之中，华靠着复仇执念强行撑起受伤的身体，率先站起来。最终他凭借超强意志力拿走宝石，再一次全身而退。脱险后的何尚生前往医院检查，仅有轻微磕碰，并无大碍。可前来找他的上司黄启发却一改往日的偏见打压，对他格外关心，满心愧疚。所有转折的根源正是那瓶掉落的止痛药。黄启发在事故车上发现药物，误以为是何尚生的，错认自己往日偏见打压，内心瞬间充满愧疚。是我不对，老是对你有偏见。你也真是的，老要顶撞我，我怎么都是总督察比你大？这西药火气大呀。面对这场啼笑皆非的误会，何尚生选择沉默，不予解释。他的沉默，一是因为止痛药让他彻底看透真相，华耗尽心机布局，根本不是为了求财；二是他对僵化体制最无声的反抗。一场虚假的绝症误会，就让所有偏见尽数消散。这份虚伪的善意，让他彻底看透体制的功利与双标，不屑辩解。这也是杜琪峰最扎心的人性隐喻。世俗的尊重从来源于怜悯，而非认可。若无这场误会，偏见永远存在。人性的现实与残酷被这段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就在何尚生疯狂复盘线索时，国际刑警传来重磅资料，彻底解开所有谜团。1年前的10月13号，黑市珠宝前辈张彼得早已在英国病逝。何尚生瞬间豁然开朗，完美串联起所有伏笔。此前，咖啡厅神秘数字13正是张彼得的离世日期。华的复仇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整整1年的精密隐忍布局。很快，光头佬收到华寄来的宝石照片，彻底陷入死局。怎么开这种玩笑，彼得？你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你。以前我能把你赶走，到了今天，你还是斗不过我。那没得说了。
最终华主动开价2000万，定下交易时间，静待终极复仇。就算故事到这里，光头佬依然不知道张彼得去世的消息。他始终认为打电话之人是张彼得。次日，华主动邀约何尚生在咖啡厅相见。何尚生拿出华此前留下的数字牌号，无声示意自己已查清全部真相，看透他的身份与执念。两人心照不宣，无需多言，便读懂彼此所有心思。你偷到了宝石，为你老爸报了仇，还约我出来干嘛？我说过这个游戏要玩3天的嘛，你忘了？还有今天吗？现在可不是你做主，我是警察。清理仓库啊，换换光管呢，这么多时间怎么打的？不慢，还是你怕输？你要是怕输呢，就把我抓回去算了。激将法对我没作用的，更何况你不怕我抓你，你不怕坐牢？你没上庭就已经死了。对呀，他怕什么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我看这样吧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游说我，如果能说服我呢，我就不叫外面的弟兄进来了。59，不是8。何尚生给了华1分钟时间说服自己，争取脱身。华率先承诺交易时配合何尚生抓捕光头佬，助他立功升职，摆脱枯燥文职。但这份功名利禄早已打动不了看透体制平庸的何尚生。直到最后10秒，华一句直白刻薄的话彻底击穿何尚生的内心。你玩得很开心呢，还有1天怎么就不玩了？10。这2天呢，你知道以下什么？架条尾巴就是警犬了。我拉你去哪儿，3，你就去哪儿。这句话看似羞辱，实则是整部片最精准的共情暴击，也是何尚生最终放水的核心原因。在人人躺平、敷衍的僵化体制里，何尚生是唯一的异类，执着真相，坚守正义，不愿随波逐流。可他的赤诚与较真，换来的只有排挤、打压。在外人看来，他的坚守笨拙又可笑，如同盲目追随的警犬。这一刻，何尚生彻底放下警察的身份执念，与世俗正邪偏见，示意华从后门脱身。华离开后，黄启发推门而入，准备追责何尚生失职放人。面对即将到来的训斥，何尚生一句黑色幽默，轻松化解危机。还没来，那我出去。已经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明知我在外面。他的尿很黄。对不起，不要紧，那是虎气的，我早晨的尿也很黄啊。这句话瞬间让黄启发再度联想到绝症误会，怒火瞬间消散，只剩满心愧疚与包容。至此，杜琪峰的主题彻底升华，世俗的偏见从未消失，只是换了一副同情的伪装。